最近中美台之間發生了非常多不可思議的大事情，而這些大事情對你我的安全、對你我的未來都至關重要。第一個當然就是全世界現在最戒備森嚴的地方，當然是中南海。在中國的一環北京一環，那根本有人講說那是連一個蒼蠅都插翅難飛的地方。但你很想象，竟然有個小飛機竟然飛過了飞航管制區，居然就直接撞上了中信大樓，這個被稱為中國尊的大樓，那是一個戒備最森嚴的地方，那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地方，居然一個小飛機直接撞上去，而且撞上去的地方就是他工作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導航有多麼樣的精準，他的整個攻擊有多麼樣的一個準確。你怎麼可以想象，在這個地方你有全世界最嚴密的飛彈，你有全世界最嚴密的所謂的控制的方式，結果你居然放任一架的小飛機完全失聯20多分鐘，然後你完全束手無策。當你發生了以後，已經撞上去了。這個到底對中國、對世界，特別對美國來講，它到底告訴了我們什麼？另外就是美國有一個台海衝突法案，而這個台海衝突法案就是當有一天台海衝突的時候，它會公布中國常委你的海外資產的名單，而現在隱隱然已經要將這些資產公布出來了，而公布出來以後會造成多大的影響？當然，對台灣來講，我們之前講過，我們當然要軍備，我們要武裝自己，而要軍備要武裝自己。我們從烏克蘭的例子就聽到說，無人機非常的重要。我們看到的上一個禮拜，你看到藍白兩個陣營去擋了無人機的這個所謂的法案，但現在這個禮拜他們說他要放行了，不但要放行，而且他們的這個標準還比民進黨行政院版的還來得寬鬆，標準來得更高。為什麼呢？因為韓國瑜在美國受到一個非常高規格的待遇，而這個高規格的待遇很明顯就是衝着鄭麗文而來的。所以這一次韓國瑜到了美國，到底看到什麼？到底聽到什麼？美國到底給他什麼樣的訊號？還有，你從來沒有看過美國這麼公然的羞辱一個台灣的政治人物，而這個政治人物現在就是這個是鄭麗文。鄭麗文今天也乖了，他說他沒有意見。美國這一次的動作對台灣的政情又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呢？那當然，談到這麼多複雜的事情，我們就要特別邀請了總經的這個專家吳家龍來跟我們好好聊一聊。家龍你好，寶傑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家當然對我來講，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在上禮拜，居然一開始還大家講那是假新聞，後來飛機都看到了，飛機的殘骸都看到了，那是一個叫劉俊華，他是中信銀行的這個所謂的副總。負責非常高，等於說是中國的金融精英，居然駕駛的小飛機直接撞上了中國尊。你說這件事情非比尋常，這裡面可能有很多的疑問出來了。首先呢，我們現在就目前台面上的新聞就台面上的那個報道他是中信的一個副總，他管的是屬於高資產客戶的那個資產管理、資產配置。然後應該有很多是屬於紅二代、紅三代家庭的他們的那個高資產的那個客戶嘛所以說他管的錢不是一般人的錢，對，應該是這樣，他是屬於高資產客戶的那個財務管理。以他的身份，以他的職位，他不會管那個普羅大眾的錢，他管的不是對普羅大眾的，他管的錢一定是中國精英，對，特別應該是中國紅二代跟紅二代的錢，對，應該是這樣因為他那個是屬於高端客戶的那個管理那個理財調度了然後呢，如果是這樣看下去的話，那他這一次等同於同歸於盡的做法，他等於在同歸於盡說，就是說有可能中信內部，因為幾個月前被金融管理當局處罰了1140萬，1億1140萬，對，1140萬的那個罰款，那表示裡面有問題裡面有一些那個金融上業務上的問題。那麼通常這個當局，這個中信當局會找人背鍋那他應該就被找來背鍋，對，然後他覺得要麼他不服氣，要麼他覺得承受不住，所以乾脆選擇一種同歸於盡的做法。這個讓我們想起當年這個反送中時候香港人講的同歸於盡對，就是攬炒就這個概念。問題是同歸於盡的話，那為什麼不找個對象去跟他？反正你都要決定要犧牲了，你幹嘛只是懲罰你自己？不是，因為他說他撞的那個大樓是中國尊，那是中信銀行的這個總部，他撞的那個樓層剛好就是他工作的一個樓層。很清楚，就是我記得他講你像這麼一個大的樓，我如果要去看，我都很難相信說我要撞到83層，我可以這麼精準撞到，代表什麼？
我的導航是抓得非常準哦，我的導航抓得非常準，代表我導航居然沒有被干擾哦。在我導航沒有干擾這麼精準的狀況下，我就撞到我工作的那層大樓，代表我對我工作的這個地方我充滿了怨恨。我如果自己我就算輕生，我做了任何事情，我的老闆不會被我拖下水。我只有做這個動作，你剛才講同歸於盡，是我自己沒有了，我要我的老闆，我要我的大老闆，我要我個整棟的樓都要跟我一起陪葬哎。對你這個講法成立，我覺得成立，就是說，如果他今天是沒有這樣做的話，人家不會意識到說他是中信83樓的那個某一個副總、某一個高管哈，這樣子，所以他應該是在業務上哈，可能被要求背鍋，或者他有什麼地方他覺得閃不掉了哈，所以他才做這個選擇了哈，同歸於盡，然後指名道姓哈，就是83層樓的哈，對，所以你這個說法，我覺得成立。就是說，他如果是選別的辦法輕生的話，那可能就被蓋掉了。對，他不願意被蓋掉，才會做這個動作哈，指名道姓的83層樓撞上去哈，那所以他絕對不希望被蓋掉啊。然後這個事情出來的話，中信這邊肯定要整頓了哈，肯定會有清洗。然後呢，他主要是如果他客戶要追究下來的話，他等於換個角度講，他替中信擋下來一樣。中信要追究，客戶要追究的話，中信說哦。就沒辦法啦，哈，事情到這個地步，所以他某個角度來講，他在替中信背鍋，然後他可能願意，也可能不願意，不知道啊，所以這個事情的話，只能到目前為止只能明白確認的地方是，他是中信的一個高管，對啊，他的工作大樓可能在83樓，然後他的業務是高端客戶的財務管理啊、資產配置等等，那這些高端客戶合理懷疑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那麼中信可能逼他，也可能不是逼他，但是無論如何，他這麼一來的結果，等於替中信減輕了很多包袱。中信會向高端客戶說，他負責的嘛，哈，那沒辦法哈，所以這個可能有助於中信緩和來自上頭的壓力了。那你剛才講，現在這件事情不但是撞擊大樓本身，你說撞擊大樓本身所暴露出來的這個訊號，更讓這個世界來得驚訝，因為全世界戒備最森嚴的地方就在這一塊，就是中國的一環、二環，而它是在朝陽區。剛剛講後面就是中南海了。那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你有對吧？你有可以將它擊落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炮兵，你有這個所謂的這個飛行這個無人機，你有各種方式可以讓它下來。可是它居然中間有20分鐘的時間，你完全沒有任何的處置，沒有人做任何的這個反應，然後就讓它直接撞上去了。你講的這個現象呢，就是這個事情的弦外之音呢，就是最值得探討的地方。所以一方面，除了他本人的業務、工作單位、金融領域這些事情之外，他這個事情引出了弦外之音，就是飛航安全的問題。飛航安全的話，他整整有20分鐘的飛行時間，他沒有被擊落，沒有被攔截，這個很奇怪。就是說，應該他早就被軍方那個偵測到他這個飛行的異常路線啊，那整整20分鐘沒有反應。聽說後來軍方有派一架直升機去看情況，可是直升機到的時候，那已經撞上去了，對，等同於沒有反應了。而且派直升機也怪怪的哈，所以他理論上他可以被擊落，也可以被攔截，他沒有。所以呢，很可能在某些飛航安全的這些管理單位做出等同於做出了這個決定，就是放行，等同於放行了哈。效果上，他們可能在討論，可能在猶豫啊哈，啊可能拿不定主意啊，不管是哪一種情況，等同於放行了。就是等同於說讓他撞上去，讓他撞了，對，讓他撞上去。然後呢，這樣的話暴露出弦外之音了，就是說1環、2環內的那些禁飛區，你的飛行安全的管制竟然是這麼的那個，算是很詭異。對，你是故意的嗎？這個問題出來了，所以根據以前的那個網例哈，曾經有一個類似的例子，就是西德一個年輕人飛到莫斯科紅場，1987年，對那個事件的話，因為能夠做出決定要不要開火攔截的是高層，而那個高層戈巴喬夫恰好在別的地方開會，對，應該是華沙工業國那邊開會，人不在莫斯科，沒有辦法做決定。後來他回來以後就開始大清洗了哈，因為這個安全漏洞很嚴重。現在問題就在於說，這個20分鐘的飛行是有沒有構成一個安全漏洞？這第一個。然後第二個，我們再想象一下，如果現在美國要對中共高層採取斬首行動的話，那他們可能要測試一下什麼樣的飛行路線。就飛行走廊，就是說，對他要
當然這個事情應該沒有美國在後面的哈。我們想象一下，如果美國真的想做斬首行動的話，他應該會想辦法測試一下，說我如果這樣幹的話，假設真的有這麼一件事情的話，那你的飛行安全如何反應？中共軍方如何反應？甚至於中南海如何反應？他可能要測試一下。你這個小飛機事件應該是屬於個人跟業務上的事情，可是無形中間接反映出這個問題。然後如果是軍方刻意放行的話，等同於放行一樣，那這個要追究的，這個要算賬的了。是所以如果是反習勢力給習近平的警告嗎？是這樣嗎？等於說我可以管而不管或者說習近平要利用這個事情反擊，開始清洗新一輪的清洗，就像當年蘇聯那個清洗，那可是呢就是小飛機降落紅場的事件，對，然後4年後蘇聯解體所以呢，現在這個事情會不會預告着中共內部政治有大麻煩？對，但現在習近平肯定要查這個事情的安全飛行安全的部分，一定要追究責任，因為這個事情太嚴重。也就是1987年有一個號稱是西德的青年，他異想天開說，我若開個小飛機，我要去宣揚東西德，跟宣揚這個所謂的西方世界跟這個俄羅斯的當時蘇聯我們的和平，他就從西德起飛，然後呢一路飛到了紅場。那之前就蘇聯是有注意到了，就沒有人有反應，沒有人把他打下來，然後有人上去看到他，也沒有做任何反應，然後就讓眼睜睜的讓他停到了莫斯科的紅場，對，直接停下來，然後再全部拍照。他不但拍照，他還下來幫人家簽名。這件事情一直被認為是蘇聯解體的第一步，因為這個東西就完全等於說打開了你蘇聯嚴密的神話。因為當時全世界防空最嚴密的地方在紅場，你怎麼可以讓一個小飛機長驅直入進來？對。可這件事情為什麼會讓大家想到說那個1987年民國76年的那個紅場事件？同樣的一個最嚴密的地方，而且這個地方是無人機不可以飛的。對，無人機不可以飛的代表什麼？我的訊號是管制的。我剛剛講。你一個小飛機飛上去，你那飛上去，你有很多的坐標，你一定是有一個導航，不然的話，我怎麼能這麼精準的從我起飛的地方，這麼精準的我可以飛到中國村？我飛到中國村，我可以這麼精準的從哪一個面，我從哪一個角度，甚至我要從哪個支道打到我的大樓？我心想說，一般人根本做不到，除非他已經受過非常嚴密的訓練，要不然就是你要有導航。那問題在於說，如果你有導航，你的導航怎麼可以容許導引你去做這件事情？那如果你的導航可以容許你做這件事情，那現在中南海的神話，也就是說，號稱這個地方是連一個蒼蠅都飛不進去，號稱這個地方是無人機的完全禁管區，那不就完全破滅了嗎？對啊，你講得非常好啊，就是講出一個所謂空皇神話。對，從當年的蘇聯時期的紅場事件，到今天習近平時代的北京事件，對，同一個就是空皇神話破滅嘛。所以這裡面的話，當年的事情怎麼樣呢？戈巴喬夫回到莫斯科以後，開始對蘇聯將領新的清洗嘛，整頓軍方，新一輪清洗嘛，因為這個空皇神話的破滅，這個太嚴重了，這個事情太嚴重嘛，這一次只是人家一個小青年，等同在測試你的反應嘛。對，那有個背景是這樣的，就是當時有一架韓國的民航客機，上面有200多位乘客被蘇聯軍方打下來，對，所以他們以後對民用的飛機就沒有授權的話不能打，那授權的話一直到最高層，那最高層正好在外地開會。所以蘇聯軍方就沒有人敢那個下令把它擊落了是這樣子。那現在北京沒有什麼客機被擊落，然後限制你開火就是不跟以前的紅場事件類比的話，有這麼一個差別嘛因為並沒有什麼民航客機被軍方擊落，然後造成國際上的那個大風波嘛所以呢，這個時候為什麼軍方要麼沒有擊落，要麼沒有攔截，眼睜睜讓他飛了20分鐘這個實在是很詭異的事情。所以估計習近平一定要追究，一定要那個找人負責然後呢，這樣看起來，我們假設做一個誇張的假設，就如果美軍真的要對中共高層，包括習近平在內進行斬首行動的話，那他可能要測試一下飛行路線，測試一下那個飛航管制單位，甚至於軍方的反應。對，那這一次一測試出來的話，大概就清楚了就是說，簡直是如入無人之境了。真的，等同於不設防了。什麼空防不空防，等同於不設防。所以從美軍的角度來講，這件事情很有參考價值。情報跟偵測的來講，等同於一個試驗了。是，然後從軍方內部來講，也許是有人在給習近平發信號告訴我說你給我小心一點如果是這樣的話，那肯定中共內部又要大清洗。是，然後這個大清洗的話，根本會讓中共軍方沒有能力在1年半載之內對外展開任何軍事冒險行動，因為不可信任的。
完全不知道中間問題他出在哪裡。不是他要忙於內部的那個整頓嘛？這個期間的話，怎麼可能對外用兵？對，哪怕在南海，不要說台海了，東海了，哪怕在南海或者印度交界邊界都不可能動作。所以你如果連在中南海，你在這個所謂的天子腳下，在這個所謂的造浪區這個1環2環之內，都可能發生這個問題。你其他的部分，你的那個漏洞到底有多可怕？而且你還特別提到一點，就是說它雖然是一個小飛機，可你要注意到戰鬥機其實都不大哦。像你看，如果你又看到我們的看到我們的 IDF， 或者你就看我們的 F-16，其實那個飛機沒有很大，它不過去比現在這個小飛機才再大一點點，它的速度又更快。如果你連這樣的一個小飛機你都攔不住了，那你戰機你攔得住嗎？還有無人機，如果將來有人在北京郊區發動那個無人機，然後走一樣的路線過去的話，請問你是攔截不攔截？對，你打不打？或者說你根本沒有偵測到？如果你有偵測到的話，你作何反應啊？如果你沒有偵測到的話，那也是失職。因為我們來講，我們今天的實驗室它是5點半的時候起飛，5點40分的時候就是偏離它原來的航道，到了5點50分的時候，它居然就失聯了。他說他有時塔台說，哎，不对，你不对，你要给我回到你原來的軌道。他說他關聯，他關掉以後，中國軍方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然後再經過10分鐘，他就直接撞上去了。那如果你可以這樣的話，那其他的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子幹了？對啊。無人機不會比它那個大小差不多的，對啊，無人機它小型飛機嘛哈，那如果是無人機，對不對？那遠端遙控，那不用死人，不用犧牲人啊。現在它被描寫成金融憲宗事件，就是張獻忠的那種類似那種事件，哎，然後呢，這個空皇神話破滅，然後呢，軍方可能面臨新一輪大清洗。我說在第一個，在這種情況下，那中共解放軍要對外展開軍事行動的話，短期內概不可能了。對，所以呢，這一連串的動作，相當於是一個組合拳的效果。表示什麼？表示美國用這種方式間接在協防台灣。中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對台灣動手的話，幾乎不可能了。也就是說，原來說不定有人偵測到說，中共軍方可能會有所動作了。大概利用這段時間，可能接下來會有所動作。可是這麼一搞下來的話，習近平肯定要整頓軍方，這個一整頓下來可能要半年1年。因為他不是從北京市裡面去啊，他是從北京外面的平谷石佛寺的這個機場，你居然可以從外面，剛剛講，等我看那張那個北京的市那個圖，他從外面直接這樣飛進來，那飛進來以後，你飛到了他最戒備最森嚴的1環2環，我們來看到這一張圖就更清楚了。它等於說是它有1層、2層、3層全域的淨空，你有3層9區完全的淨空區，在朝陽區這個大樓，你居然。你的防空、你的應急、你的所有東西全部都沒有用，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棟大樓的關係點在哪裡？這棟大樓是可以從它的100層以上直接看到中南海的。這個大樓呢是北京的第1高樓，相當於北京第1高樓，所以相當於北京的101啦。101，我們這邊的第1大樓不是101大樓嗎？中國尊。哎，對，它是北京的101啦，它是最高，北京的最高層，所以是北京的地標。然後呢，它撞上地標的話，肯定有新聞價值啊，肯定會新聞報道，因為這個是北京的那個101了啊，就這樣子。然後呢，現在看起來就是說，那一棟大樓有一個問題，就是它最上面的它是108樓，上面的3層106、107、108這3層樓可以直接用望遠鏡看到整個中南海。哦，所以呢，據說那上面3層樓是國家安全局在管啊。然後呢，也有人說那可能是高層的家族在住啊。就說那個最上面的3層可以看得很清楚整個中南海，所以那個要列為安全管制的啊，這樣做合理。但是問題就在於說，這麼一來的話，表示那一棟大樓以後也會成為目標。哦，哎，大家都知道哦，原來這裡有這麼玄機。為什麼它這個會？它除了是北京最高的大樓101大樓以外，地標以外，它還有一個問題嘛，就是離中南海才7公里，所以望遠鏡可以整個看清楚中南海。離中南海才7公里。哎，對，這整個望遠鏡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這個安全漏洞的問題不只是飛航管制的問題，對，它甚至於是這個地理上哈，直接威脅到中南海的安全問題。哎，所以如果將來有大量無人機群攻擊過來，沿這個方向的話，那北京還真的疲於應付，中南海的安全會出現很大的缺口。所以呢，現在看起來啊，估計習近平肯定要在這個軍方內部也詳細調查，看看誰該負責。然後做必要的清洗，可是這樣一來的話，他已經清洗軍方好一陣子了，然後現在如果再繼續清洗下去的話，那麼估計這個解放軍的領導層會越來越空虛。他現在中央軍委除了他主席之外，好像只有一個張生明，對，他是搞政治的，他不是搞軍事這個指揮實質作戰的，
所以現在的話，到底如果真要採取任何軍事行動的話，那你中央軍委要有誰是指揮啊？指揮那個負責指揮的，張勝明不是負責指揮，他是搞紀律、搞政治那一方面。所以發生這個事情沒人指揮。對，所以現在看起來，這樣的事情會讓台灣這邊的地緣政治風險是更加下降。就是川普去北京訪問啊，5月15號下午2點半起飛回美國啊，在這個訪問讓大家特別是外資感覺出來嘛哈，就是說其實台灣的風險下降，因為這段時間習近平不會對台灣動手，所以大量外資進來台灣啊，買台股等等。那這樣子這個事件看下來的話，又可以再拖個半年1年，大概沒辦法那個對外有這個具體的軍事行動。你這個整肅軍方一整肅下來，本來已經整肅得很嚴重了，現在再整肅下來的話，因為這個非整肅不可，所以估計又為台灣爭取很大的一個緩衝空間。好，那我們再來看這張圖裡面，你看呢，它在昌平區裡面、海淀區裡面、在朝陽區裡面，這個地方是它等於說這輩子生意地方。這個地方是什麼？你連無人機、穿越機、風箏，你連風箏都不能放哦，不能放風箏，不可以放氣球，你不可以放孔明燈。就你中信大樓在朝陽區的 CBD 的這個地方，是在9區淨空的正中央，離中南海只有6公里左右。你居然發生這個事情，所以大家才會覺得哇，這中間一定有大事，而且有很多大家無法想象的事情正在發生。第二個就是美國最近也要做一個動作，他講說有一個台海衝突法案。台海衝突法案就是如果有一段時間台海真的是發生衝突了以後呢，我要公布你今天的所謂的常委，你这些委員、政治局委員在海外的這些資產的這些名單。那這有趣哦，他們現在真的有可能已經慢慢把這些資料給公布出來了。其實不止政治局常委，說不定全部政治局委員，而且可能還不止，包括部長級、部級單位、省部級、省级部級，可能都會公布。美國的資料是中共高層180萬的黨員在海外資產估計超過20兆美元，比他的中國人民銀行的海外資產外匯儲備啦，大概3.3兆美元，這個還超過很多。現在高層的那個財富以權謀私，然後呢累積的這個貪腐的錢洗到海外，然後在海外有很多賬戶，包括自己的這個小三啊、私生子、私生女在海外來管理這些資產。那問題是美國財政部底下有一個外國資產管理辦公室對於這個很多資產流向都很清楚。如果你從美國流到歐洲、瑞士什麼地方，那你從美元換成歐元，一樣被追蹤。一樣，到時候美國可以讓瑞士把某些東西扣留，一樣可以。所以這就很有趣啊！川普到了美國看起來，川普到了中國看起來是跟中國需要化解敵意。可是如果你今天用這個法案，我要公布這些資料，中美的衝突、中美之間的這種矛盾，或者中美之間的這種對立，是更可怕的啊！對，我們了解川普的那種行為或者風格，應該用那個什麼？我們看那個警匪片、黑道片。就是說，川普的很多語言是黑道的語言、黑社會的語言。你看他動不動威脅你那個都典型的黑社會語言。你聽話的話就怎麼樣，你不聽話的話我給你好看之類的，這典型是黑道語言然後呢，威脅我要把你打回石器時代，這種話都不是一般那個正規的國家領導人講的話那我們會說他在施加壓力極限施壓等等，但是總的來看，你要把川普當作一種有個人風格的黑社會式的領導人然後呢，你現在看他說誰是他好朋友，你注意到他講好朋友的對象恰好都是獨裁者們包括金正恩，包括習近平，甚至於普丁這些獨裁者們是他要應付的對象，他要打擊的對象，全部是他好朋友，這不是典型黑社會語言嗎？黑社會要跟你那個廝殺拼鬥的時候都說我們先來喝一杯我們先來談一談我們是好朋友之類的。那往往呢，談完了之後，後面就動手了就是你如果去看《教父》第1集的話就是到最後小教父為老教父復仇的時候就一面在教會，他在教會裡面為他妹妹那個孩子那個受洗是吧？當教父對不對？外面已經動手了，所以你看川普老是說誰是我好朋友，他全部在對付這些好朋友，然後他的盟友呢，他都被他極限施壓被他那個指名道姓，對不對？大家覺得他怎麼可以對盟友這樣其實對盟友這樣的結果都是照顧盟友，其實是照顧盟友。是，所以你如果用正常領導政治人物來看的話，實在看不太懂他在幹什麼。對，你看他整天說台灣的用一些比較諷刺的話，還是施加壓力的話，講東西搶了我們的東西，講台灣。其實他是最照顧台灣的美國總統，從那個比如說從克林頓以來
啊，經過小布希、奧巴馬、那個拜登等等，你會發現給台灣最多軍售的是川普，1.0、2.0都這樣啊。那上個年度是111億美元，那已經創紀錄。這個年度正在談的是140億美元，其實不止哦，聽說是200億美元，是140億外掛60億。哦，他這樣做，然後這個都創歷史紀錄。你說他如果真的討厭台灣的話，幹嘛對台灣這麼保護啊？所以你看哈，行動跟語言哈是兩碼事。哦，他語言上、姿態上對你好的話，你不要太高興；他對你壞，你也不要太傷心啊。因為他這個人不像是用一般政治人物來理解。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美國哈公布資產是這樣，在疫情前的時候就已經有情報講，因為那個香港2019年那個反送中事件是北京需要從香港拿外匯儲備，據說是這樣。香港的外匯儲備當時的金額是4500億美元。結果呢，4000億美元已經被北京無償貸款拿走，剩下500億或者500億到900億的美金是在香港當地周轉。那為了這件事情，他們號稱要把從中國洗錢到香港、藏在香港的這所謂犯罪行為抓回來，所以才有送中是這個回事。送中就是把從中國跑出去的，在那邊再很多錢洗到香港，對啊，有一些洗到澳門了哈，就是很多錢是洗在香港，在香港自產或幹嘛。然後現在要把你說你是經濟犯罪嘛哈，要把你抓回來，罪犯要抓回來。送中原來是這個，香港人說後面要抓我，對不對？香港起來鬧，到那個時候已經隱藏這個事情，就是啊，當時已經暴露出來，習近平家族了哈，不是他本身而已，在海外的資產是2萬億美元。現在美國公布的是7億美元，我說笑死了，7億美元算什麼？不是7億，是2萬億美元。然後呢，當時的整個公布哈，海外資產最少的是公子哥兒的這個韓正，韓正是那個這個有錢家庭出身的，他比較不會那麼搶劫，多少呢？3000億美元。然後呢，再來是那個江澤民家族哈，是5000億美元。然後最厲害的人，貪污的最兇的人是習近平家族，總共2萬億美元，2兆。然後呢，整個中共高層哈，在海外的資產，美國的調查出來是超過20兆，那中國人民銀行的外匯儲備才3.3兆，你可以想象多少錢有龐大的資金被洗到海外。後來他們為了安全起見，知道美國、歐洲都不可靠，對不對？他們想放在哪裡呢？放哪裡？澳洲。所以你記得吧？那個是李克強還是李強吧？有一度出國訪問，就是去紐西蘭、澳洲跟馬來西亞，有沒有？那一次的重點是澳洲。希望把一些錢轉到澳洲，然後後來有一些錢轉去哪裡，知道嗎？轉去委內瑞拉。所以美國抓他的原因是因為據說習近平姐姐的人在委內瑞拉在管理那邊，他們放在當地的資產，對，所以他們要把資產放在相對他們認為安全的地方。是，那美國、歐洲都不安全，澳洲可能也不安全，所以才會有委內瑞拉。然後美國就去把馬杜羅抓起來。對。都有針對性的，都有針對性的。你以為美國人就心血來潮？不是的，都有針對性的。就說中共高層很多資產要找海外的安全地方來存放嘛，要分散嘛。其中有一個地方就是委內瑞拉。對，那本來早期有一部分的資產放在哪裡，知道嗎？放在他們認為一個3不管的地方，台灣。哦，因為當時我們沒有簽什麼那個資產那個洗錢防治法什麼的。對，因為台灣是法外之地。對，國際法外之地。後來簽了。所以那個時候，蕭建華的投資資金就進入那個日盛金控啊，對，3成的那個股權嘛，沒錯沒錯。當時他們就一直要來台灣買東西，對，要把錢弄到台灣來，對，在馬英九時代裡面，對，那個時候因為他們覺得台灣相對安全，把錢放在這裡反而安全啊，是這樣。所以說，中共高層一直在忙着把錢搬到地方，先拿到手，再洗到海外，然後放在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那現在美國都查出來了嘛？對，你如果是美國搬到歐洲沒有用，因為那個美元、歐元的話都有記錄，所以現在他們才不得不委內瑞拉啊，對嘛？所以美國就把他抓起來，是這樣。所以呢，現在的那個資產安全的確是中共高層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哦，你這麼依賴西方，你把錢放在西方，你還跟西方作對，你不是自己找麻煩嗎？給自己找麻煩。所以美國國會這個法案等同於在給中共高層又一個警告。所以美國動用很多方面，方方面面，包括火箭軍泄密啊，包括那個在讓習近平明白中南海裡面有美國的人，所以到時候你的行蹤都會被掌握，就像馬杜羅的行蹤都被掌握一樣。方方面面在給習近平警告，然後呢，因為給警告，所以川普親自來，然後說我們是好朋友，是這樣子緩和一下這個心理上的緊張。但是呢，等於習近平也知道，
至少他這麼說，在川普任內不能動手。那川普也說了，我卸任以後就不好說了是這樣子。所以呢，外資聽到這一句話，就知道短期內2-3年內大概沒問題了。所以錢才敢進來，因為他們還有時間跑嘛，來得及跑。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了為什麼台股的成交量放那麼大，然後指數節節創歷史新高因為西方人終於把台灣的地緣政治風險，坦白講是下修，不是上修因為原來經濟學人說台灣是最危險的地方，地表上。但是其實地表上最危險的地方，大家看懂了嗎？不是台灣嘛，起碼是烏克蘭、伊朗或者委內瑞拉嘛，不會是台灣嘛甚至於都不會是北韓。現在北韓也沒事那總而言之呢，現在看起來，針對中共高層的海外資產這件事情，第一個有針對性，第二個表示美國敢下手。美國沒有再跟你客氣，而且要準備一下。對，然後沒有再跟你客氣，那所以方方面面其實是間接的形成一個效果，什麼效果？保護台灣，因為這樣子的話，讓中共軍方坦白講沒有力氣、精神，真的要對台灣來硬的下狠。本來有人說嘛，這個鋌而走險嘛，政權這個末期的話，可能乾脆鋌而走險嘛，等同也是一種同歸於盡的心態了。我反正我的那個什麼體制要崩潰了朝代要結束了，我就跟你拼了。也類似這種，像美國人連這個機會都不給你，就意思是這個意思。你要同歸於盡的話，沒門兒，就這個意思了。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购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我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